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加拿大几大银行的经济学家同时发出警告，他们声称，由于投机者推高了房产市场需求，其他买家也担心自己错过机会，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进入投机风险阶段，并可能促使监管机构近期出台新的降温措施。其实，近几年来，很多金融机构都对加拿大房产过热问题发出过警告。2017年10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脆弱性。2018年2月，美联储的报告指出加拿大房产市场过热。2019年3月，国际清算银行发出警告称，他们用来预测加拿大金融压力的指示灯亮起了红灯，并将其称为压力事件。2019年6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，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，加拿大家庭非常脆弱，因为有债务风险的家庭比例从 17% 会暴增到 29%。有债务风险的家庭是指为抵押贷款支付超过 40% 收入的家庭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违约率将上升。当时加拿大联邦政府不得不向加拿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注资150亿加元。疫情爆发之后，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比任何时候都要热，房价和交易持续飙升，创下历史新高，房产泡沫也越吹越大。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，一旦利率持续上升，会不会导致房产泡沫破裂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加拿大房产泡沫是怎样炼成的。加拿大房产泡沫会持续多久？有记录显示，疫情爆发8天后，由于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管理不善，拒绝了一家北美主要的口罩供应商的报价。他们称口罩不是优先考虑的事项。然而，加拿大政府却在另一件事情上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动。如果抗疫防护不是政府的首要任务，那么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什么？很多人可能都猜到了，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加拿大的房产市场，避免崩盘，实现房产市场软着陆。事实证明，由于加拿大政府对形势的误判，救市心切，最终导致这一系列行动用力过猛，导致经济刺激措施转化为房产市场史诗级的泡沫。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房产市场的泡沫是怎样炼成的。在疫情爆发之后，加拿大政府预测房价可能会崩盘，先后推出6大政策来阻止崩盘。第一，3次降息。导致加拿大房产市场过热的首要原因是史上最低的利率。去年3月，加拿大央行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续3次降息。先是在2020年3月4日将 1.75% 的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 1.25%， 然后在3月13日再次下调基准利率至 0.75%， 接着在2020年3月27日再次下调基准利率至 0.25%。根据加拿大央行的说法，需要6到8个季度才能感受到利率变化的全部影响。然而，房产市场显然比央行想象的更加敏感。在利率那么低、不贷白不贷的指导思想下，2020年第3季度，加拿大的家庭债务比达到了 170.7%， 也就是加拿大家庭每拥有100加元可支配收入，就背上了171加元的债务。这完全背离了央行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的初衷。第二，放松抵押贷款压力测试。央行下调了用于压力测试的5年期常规抵押贷款利率。2020年3月11日的利率为 5.19%， 在此期间进行了3次下调，到2020年8月12日下调到 4.79%， 这使合格房产购买力增加了 4.5% 左右。在经济低迷的时期，信贷本应该收缩而不是放松。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海外买家贷款甚至比加拿大居民贷款更加容易，因为他们只需要开个收入证明，甚至连工资收入的银行流水原件都不需要提供，就能在加拿大轻松贷款。第三，央行购买了数十亿加元的抵押债券。2020年3月，央行宣布了一项计划，开始以竞争性的方式购买加拿大抵押债券。央行开始积极与投资者竞争，目的是压低利率。量化宽松计划自此诞生。尽管该项目只存在了几个月，但截至2020年12月，他们已经持有 96.6亿加元的债券，
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803%。这一举措压低了收益率，并向金融体系注入了数十亿加元的流动性。第四，抵押贷款延期。去年3月，加拿大采取了许多国家都在做的事情，推迟抵押贷款支付。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，加拿大不要求延期付款的理由，只是暂时不用付账。CBA 的数据显示， 16.7% 的抵押贷款获得延期付款，这是银行抵押贷款的1/6。延期的比例比失业率的峰值还要高得多。第五，用3倍的收入来弥补疫情的损失。加拿大疫情紧急救助金，也就是 CERB， 深受加拿大人的欢迎。疫情期间，共有890万人申请过 CERB， 接近加拿大总人口的1/4。紧急救助金本来应该用于救济那些因为疫情导致收入减少、陷入财务困境的人，结果成为政府一次无脑大撒币。政府用3倍的收入来弥补疫情损失，将现金发放给不需要现金的人，结果导致大大提高了储蓄率，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销售。第六，向商业银行系统注入3000亿加元额外贷款能力。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，在2020年4月向加拿大商业银行系统注入了3000亿加元的额外贷款能力，声称用于帮助那些需要贷款渡过难关的家庭和企业主。尽管他们声称提供的3000亿加元的信贷额度不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，但实际上还是为了释放资金积极救市，最终还是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疯狂。从去年3月份开始，在房产市场崩盘的恐惧下，他们6大政策一气呵成。事实证明，一通操作猛如虎，结果一帮250。加拿大政府最大的失败是经济刺激政策导致钱涌入了房产市场，而中小企业破产率却飙升，大量经营几十年上百年的企业永久倒闭。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上所做的一切，既没有刺激经济，又没有实现房产市场的软着陆，只是继续吹大了房产市场的泡沫。如今买房的人担心泡沫随时破裂，没买房的人担心泡沫不破，他们同时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。然而已经等到现在的刚需越来越清楚一点，房价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，就会沦为不折不扣的骗局。如果越来越多的刚需坚持泡沫不破不买，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